上个星期的5月16号凌晨4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啊。凌晨4点，作为一个外国元首来说啊，出访啊确实不太常见。因为虽然俄罗斯这个国家近些年来这个综合国力一落千丈啊 ，GDP 还不如中国的广东啊，但是那毕竟也是一个大国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啊，这外国元首出访，这总不属于坐红眼航班嘛？那我们普通人出国旅游啊，那有的时候为了省钱买红眼航班，那普京他们也不至于穷到这个份上，是吧？那他为什么要4点钟到中国访问呢？要知道，普京凌晨4点钟抵达北京啊，已经成为了最早抵达中国进行访问的外国元首了。那大家只要打开一下这个地图啊，看一下俄罗斯跟中国的时差就明白了。莫斯科时间啊，跟中国北京的时间相差5个小时。那北京时间凌晨4点，正好是莫斯科时间的午夜11点。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普京抵达北京的时间，他是按照莫斯科的时间来的。莫斯科的11点抵达北京之后，中国的欢迎车队直接把他送到了钓鱼台国宾馆。普京到钓鱼台国宾馆之后还可以休息几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呢，就是北京时间的上午了吗？然后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给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21响礼炮，检阅3军仪仗队。那对于普京来说，这个工作时间的安排啊是最合理的，他效率也最高啊。要说习近平跟普京这2个人呢，确实这些年来关系比较密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2个有统计以来啊，就加上这种视频的会晤啊，已经超过40次了。这在这个国家元首和元首之间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大国元首之间，那是更是罕见。你想，中国跟美国总统见一面，那费死劲了啊。但是现在习近平跟普京这哥俩，那隔3差5就要见一见，就要聚一聚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普京是5月7号就任第5次俄罗斯的联邦总统，而且也是修宪啊。而他就任联邦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第3次就任国家主席之后，也是打破惯例啊，修宪啊。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也是俄罗斯，见的也是普京。所以你要知道，这哥俩啊，都是打破自己国家的宪政体制啊，然后呢连选连任之后，互相出访的第一个国家，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可见这2个人关系之密切啊。那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普京访华的这个故事啊。要讲普京这次访华，我们可能要讲到几年前的一件往事啊。就普京这一次，我刚才讲了，今年的3月15号到3月17号，在俄罗斯举办了这个总统选举。在这次总统选举过程中，普京再次披挂上阵啊，第5次参选俄罗斯总统啊。结果呢，以得票率87%的高票啊，当选俄罗斯的联邦总统啊。那你想想，普京此前啊，已经当了俄罗斯的总统，当了20年了。加上中间的梅德里杰夫啊，当过4年的那个影子总统啊，实际上他已经掌权24年了。他这一次呢，又当选俄罗斯的总统啊，而且他这一次啊，据说当选完之后呢，还可以再连选连任1次。理论上来讲，他可以啊一直工作到2036年。那加上前面的24年，再加上12年啊，他实际上可以执掌俄罗斯的政坛36年，这已经超过彼得大帝的记录了，也超过斯大林的记录了。所以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坛以来差不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个政治领导人啊。那他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啊，他实际上在宪法上规定，你每个总统你也只能连选连任1次啊。这普京啊，这7搞8搞啊，他干了这么长时间，还要继续干下去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普京在几年之前修宪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普京啊，在2018年的时候，他当选总统，但是当选总统按照俄罗斯的宪法，他此时是第4次当选总统。其实啊，按照宪法的规定，他已经没有机会再选俄罗斯的总统了。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俄罗斯政坛普遍都在讨论啊，这后普京时代到底应该由谁来继承普京的权利。
但是显然呢，普京啊，当时总统还没当够啊，因为普京年龄也很轻啊，普京跟这个习近平的年龄差不多嘛，这哥俩啊，所以他就琢磨呢，还想继续当俄罗斯的总统。他继续当俄罗斯总统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俄罗斯毕竟有一部宪法呀，是吧？这宪法得尊重啊。那普京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吹风，说这俄罗斯的宪法得改啊。但你要改宪法过程中，你要直接说我就改一下宪法，然后这改一下宪法的任期制，这不好听，是吧？那普京当时就耍了一个花招，怎么耍了个花招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这宪法修正案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政治领袖啊，也包括主要的政府官员啊，就任的过程中间不能有外国的居留权，也不能有外国的这样的一个国籍啊。然后呢，你要选俄罗斯的总统啊，你必须在俄罗斯连续住满25年，过去规定只有10年啊。那他就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在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且他还讲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宪法的地位啊，高于国际法。俄罗斯你就算是签署了国际法，你这个国际法的条约如果跟俄罗斯的宪法相抵触的时候啊，那以俄罗斯的宪法为准。你看这一部分呢，都涉及到政治领域，给人感觉他都是在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啊，这是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他很聪明，做了一个改革，说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啊，过去是规定不能连选连任2届，那改了，不是不能连选连任2届，是改为只能担任2届总统，就不管你是不是连选连任呐，你就中间隔了8年，你担任一次，你再选一次的话，你也不能再当俄罗斯的联邦的总统了。这给人感觉也挺好啊。第3部分就是民生议题，因为俄罗斯这些年经济不太行嘛，俄罗斯的老百姓啊，据说是在搞民意测验的时候啊，排名第1的问题是什么？是退休金问题，因为退休金老不涨啊，所以这个退休的人都怨声载道。所以呢，普京在这一次修宪过程中就提出来了一个议题，民生议题，叫做社会福利以及退休金的指数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社会福利也好，还是退休金的问题，都是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每年调整一次。这个老百姓就很欢迎了，对吧？所以你看到了吗？他一下子提出了这三部分的宪法修正案。那这个宪法修正案呢，那在俄罗斯社会过程中讨论的时候，那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啊。俄罗斯的宪法修改啊，它是程序比较复杂。首先呢，它要在俄罗斯的杜马要经过3读，所谓3读要表决3次啊。表决完了之后，在俄罗斯的联邦还要搞公决，就联邦一共有80多个这个自治体嘛，都要搞公决的，要超过这1半以上的这个老百姓同意才可以的，所以它的门槛实际上挺高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个宪法修订的过程中，好像是跟他的连选连任也没什么关系啊。结果这个时候，紧接着就是在2020年的3月13号，就是在整个他这个宪政修正案的过程中间的2读的时候，俄罗斯啊，他的杜马啊有一个副主席，这个杜马的副主席就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吧。这个人呢，在俄罗斯挺有名的，是前苏联时期的第1个女航天员杰列什科娃。就这个人呢啊，他呢当时就说，我对这个有点意见。这宪政改革的过程中啊，他什么意见呢？他说，第一个议案就是应该取消俄罗斯总统啊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说这个不合理，而且国家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啊，是不好不容易好像有一个像普京这样的这个强势的总统啊，那你现在如果不让他当了，你要这个宪政改革通过去了，那普京显然没机会了，这不合理，是吧？结果当时提出这么一个动议啊。这动议提出来之后，那当时就说，那这个是涉及到普京的这个一个提议，那必须得普京总统到现场来讲啊。据说当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普京就赶到了俄罗斯的杜马，发表了一个演讲。这普京啊讲的好像还是冠冕堂皇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实际上这个国家啊，总统啊确实应该有任期啊，但是呢，没有任期也可以。比如说，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邻居吧。那邻居什么意思？讲的肯定是中国嘛，是吧？因为中国当时也刚刚完成了修宪啊，是吧？那就取消了连选连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嘛。所以你看，普京跟习近平这哥俩啊，经常是互相通消息的啊，也是修宪的时候也都差不多同时修宪的啊。然后他说，你看在美国历史上，
美国历史上过去也是没有对总统进行连选连任的限制的，那都是到了1947年的时候才搞的。那这1947年离这现在也不太远了。那美国立国已经200多年了，所以他说，在一个国家处于历史的存亡之秋的时候，国家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强势总统，我觉得不受这个连选连任的限制也还可以。但是我的意思，5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俄罗斯是需要一个权力的正常更替的，那这个任期制啊不应该取消，或者说这个连选连任的限制，这个制度还是应该维护。哎，普京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当时就走了。那这啥意思啊？紧接着叫杰列什科娃就发表讲话了，他说：“那我再提一个议案，提一个什么议案呢？他说啊，就在这次修宪以后进行的总统选举啊。”不应该限制任何人参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宪法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宪法了，过去的宪法已经是旧的宪法了，所以过去宪法这个人不管当过几次总统啊，那都不算了，那是旧宪法。那现在变成一个新宪法了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参选。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普京总统过去的任期都动态清零了，是吧？那动态清零之后，那普京不就可以参选新的这个俄罗斯的总统了吗？但这个呢，巧妙在哪儿呢？一方面维持了俄罗斯的宪法，总统还是2任，那不变，还是受这个限制啊。其次呢，但是普京又从这个宪法的困局中间解套出来了，他又不受这个连任的限制了。普京今年已经71岁了，他再干2任，他83了。所以呢，你这么一计算，83岁以后，那普京可能干不动了，他就不想干了。所以普京这一次的修宪，实际上通过这个叫安列什科娃量身定做，给他搞定了这么一个宪政改革的方案。这个宪政改革的方案就是既维持了俄罗斯联邦宪法过程中总统的任期制2任，同时呢又把他自己从这样的一个限制过程中间解套出来了。当时现场表决，马上这表决结果只有俄罗斯的共产党投了44票的反对票，其他380票全是赞成票。那俄罗斯的共产党大家都知道，那久加诺夫嘛，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党了。那你想想，一共400多个议席，他40几票，那只有10%了。所以他们说不承认，不承认也没用了。那么这个议案就通过了。后来这个修宪的改革方案呢，就通过了3读。你要知道，这3读过程中，我刚才不是讲了3个方面呢？普京很聪明，就是说这个3个部分的修宪内容里头，一部分是民族主义的内容，打着保护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么一个旗号；第二部分呢，它是把民生议题也放到了修宪的议题里头去了，那老百姓很欢迎啊。第3部分又把这个任期制的放到这里头来了。这3部分放到一起进行表决的时候，老百姓哪分得清楚啊？老百姓可能看到只是退休金以后要涨了，要指数化了，然后呢又维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了，于是这个俄罗斯的新宪法就这么通过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通过了这个宪法之后，普京就具备了在2024年重新参加总统选举的这么一个权利。所以在今年的3月15号，普京又重新第5次参加总统选举在这次总统选举的过程中，那有4个其他方面的对手但这4个人呢，那完全跟普京之间就没有什么竞争力那最后呢，普京一共获得了87%的选票，另外几个人平均每个人都获得了3%左右的选票，那普京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所以有人说了嘛，除了普京以外，这次大选其他几个候选人呢，那竞争非常激烈所谓竞争非常激烈，是他们的得票率基本都在3%上下吧。所以这也是一次基本上就是假选举了。那因为普京获得了这一个国家总统的这么一个地位嘛，那么由此普京就开启了他第5个任期。这第5个任期之后肯定还有第6个了，所以普京会干到2036年，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了那大家都知道，普京是从1999年开始当的俄罗斯的总统那到现在已经当了24年了。在这个过程中间，重新开始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见面。说句心里话，我看到普京跟习近平现在关系这么密切也包括中俄现在关系走得这么近呢，我常常有一种感慨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70、80年中苏之间的关系因为建国后一开始中苏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向苏联一面倒，
然后紧接着是中苏交恶。邓小平上台之后呢，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但是也仅仅是正常而已啊，因为当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基本上还是跟美国关系比较好。后来89年之后啊，中国跟西方国家关系开始紧张了，中苏的关系又开始逐渐的开始走近了。后来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法地位啊，紧接着俄罗斯的地位国际开始一落千丈。那么到现在呢，开始中俄关系又开始热络起来了。我在这里头我要讲一个话题，我在分析这次俄罗斯要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呢？我想讲的是啊，其实要想理解为什么中俄现在关系这么密切啊，可能你要理解一下乌克兰战争。其实现在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啊，最大的受益者啊，这已经打了2年了啊，在我看来，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国。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俄乌战争之前啊，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基本上还是一个左右逢源，哎，基本上虽然也支持中国啊，但是他也试图跟欧洲国家搞好关系啊，所以呢，对中国的支持也算有保留，就中俄之间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啊。但是现在，在俄乌战争开打2年之后，在2024年的当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了嘛，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中国开始左右逢源，而俄罗斯基本开始单边倒向了中国。这真的是时也势也啊，风云变幻呐。所以我经常说啊，国际形势啊，有的时候啊，要想预测50年以后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你像中俄、中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70、80年，真的是发生了几轮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啊。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要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这一次访问中国，他到底想要什么？而中国又想从俄罗斯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又想共同对付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讲讲俄罗斯。俄罗斯自从俄乌战争之后啊，应该说经济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制裁，那么他没有办法啊，石油卖不出去了，天然气也卖不出去了，然后呢，很多国家对他开始卡脖子嘛，所以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得不开始单边倒向中国。大家可以看一下中俄之间的贸易啊，中俄之间的贸易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应该说是在急速上涨，已经是过去5年呢，可能翻了1倍还要多了。那么现在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啊，在2023年的时候达到了2400亿美元。关键是这2400亿美金呢，对俄罗斯太重要了。俄罗斯出口的30%给了中国，俄罗斯进口的40%来源于中国。那你想想，俄罗斯现在对中国的这个外贸依存度已经变成了，说句心里话，已经超过了警戒线。中国现在要想卡一把俄罗斯的脖子，那俄罗斯立刻就完了。是吧？因为这个30%、40%，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它的命脉啊。所以俄罗斯现在对中国的第一需求就是扩大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普京这次访问中国啊，他带来了6个副总理，除了没把总理带来啊，然后呢还带来了商务部长啊什么之类的啊。那紧接着呢，他在北京待了1天，紧接着就飞到了哈尔滨。到哈尔滨干什么？哈尔滨搞着中俄什么展览会啊。说句心里话，其实是想以黑龙江为基地，然后大力发展中俄之间的贸易啊。наверное, удобнее будет понимать это. Это 24-й год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что эта цифра по-моему, тоже важно. 另外一个需求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现在俄罗斯还是需要中国给他更多的支持啊。但是中国呢，对西方已经承诺了，说我们对俄罗斯不会出售什么这个致命性武器的。也就是说，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呢，最大的底线也就是军民两用产品。在前不久，美国那个国务卿访问中国的时候，不已经指出来了吗？说中国现在对俄罗斯的出口啊，那有很多军民两用产品啊。什么军民两用产品呢？芯片呢，还有那个精密加工的仪器啊。另外，美国也怀疑中国给俄罗斯出口一些是飞机的零部件，但这个没有证据啊。
但是芯片精密加工的仪器这一点应该是确凿的，中国应该也承认。但是呢，中国这一点也没打算向美国妥协，就中国就认为啊，我跟俄罗斯现在的关系，我就给他出售这个了，那你美国你也没辙，是吧？你美国你也很难利用这一点对中国进行直接的制裁，这是中国的算盘啊。就是俄罗斯对中国是有这个非常大的需求啊。那么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相比来讲啊，大家都知道，2023年来讲，中国的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呢是5.94万亿，这5.94万亿美金呢，相对于俄罗斯的2400亿美金来讲，那大概只占到中国进出口贸易的4%。那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的35%啊，那是中国的，而中国只有4%来源于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中国的整个外贸的比重来讲啊，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中国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太多的经济上的这样的依赖度。那了不起，我就多买一点你的天然气，多买一点石油，中国还不一定愿意呢。据说俄罗斯这次啊，跟中国想谈一个这样的一个第2条这个天然气的管道，穿过蒙古到中国，中国好像就没答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要穿越第3国，那这个就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另外呢，中国可能也不愿意在能源方面过多的依赖俄罗斯，就你俄罗斯依赖我可以，但是呢，你让我依赖你那不行，我宁可扶持伊朗，对吧？我扶持伊朗之后，我从伊朗那买石油，我也不愿意在俄罗斯买更多的石油，太多的石油，这是中国的算盘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中俄之间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啊，值得解读。这个最大的一个分析点啊，就是中国恐怕要重新出现在远东，也就是外兴安岭，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东北。为什么这么讲？这次中国的联合声明里头涉及到外东北的有几条。首先第1条就是那个图们江口的出海口问题。大家都知道，1860年中国跟俄罗斯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这北京条约割让了当时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图们江这一带呢变成了一个朝鲜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个边境，在此前呢是中国跟朝鲜的一个边境界河啊。但是后来由于这个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啊，割让了土地之后呢，这一片土地就划给了俄罗斯。划给了俄罗斯之后，图们江最后的15公里啊，就变成了这个朝鲜跟俄罗斯的界河嘛。从此呢，中国丧失了日本海的出海口。但是后来啊，经过据理力争啊，中国曾经争取到了图们江的这个出海权利，也就是中国的船，你可以沿着图们江啊，你一直出到日本海。但是这个呢，后来啊，在这个1936年的时候，日本封锁了图们江，这就拉倒了，就没有了。1949年以后呢，苏联跟朝鲜之间修了一个跨江大桥。这个图们江大桥修完之后呢，由于这个桥啊修得非常矮，所以中国的船也基本过不去了。再后来，这中苏关系就闹掰了，中朝关系也不太好了。所以图们江口虽然理论来讲中国有出海权啊，但实际上也没落实。后来啊，在中苏关系改善之后呢，中国就图们江口的出海口问题啊，跟前苏联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确认过几次。俄罗斯倒是表面上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朝鲜，朝鲜实际上现在也变成了这个图们江口的出海口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嘛。所以这一次这个中俄北京的联合声明里头就讲到了，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要跟朝鲜来谈，要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它不是3方谈了，是中俄联合起来跟朝鲜谈。那如果中俄跟朝鲜联合谈的话啊，那朝鲜就有可能就范，因为朝鲜它实际上最重要的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它也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找平衡啊。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如果联手跟朝鲜谈的话，图们江口的出海权问题的确有可能重新出现，重新回到中国手中。但说句心里话，图们江口的出海权问题啊，涉及到问题非常复杂。为什么呢？第一，就是图们江现在的江水很浅，平均水深不到1米，所以啊，就是这个如果是出去直接打鱼的船呢，是可能的。但是你大型货船要想从图们江口出去的话，这非常困难，不太可能。你得要进行大规模的航道疏浚呢，那这个涉及到问题就复杂了啊。还有就是那座桥的问题啊。总而言之，
我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图们江口的出海权问题，就是要恢复条约权利。就这项权利啊，可能对我在经济上价值不是很大，但是我要恢复条约权利。这项条约权利使得中国重新在外东北那个地方有了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黑瞎子岛要联合开发。黑瞎子岛大家都知道，那是中苏当时在边境谈判的最后一块地方。那黑瞎子岛原先是属于中国的，后来这中东路事件的过程中间呢，被苏联占去了，一战了几十年。后来在中苏谈判的过程中，中苏两国各让一步啊，中国要回来了一半。一开始中国要回来的时候，黑瞎子岛啊没打算开发，说要搞自然保护区。但是现在呢，中国现在主意变了，想要开发黑瞎子岛了，想要跟俄罗斯联合开发黑瞎子岛。那这个呢，也算是中俄啊共同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这么一个，我认为啊可能是未来外贸基地的这么一个打算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中苏北京条约里头说，当双方共同探索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要搞这个中俄农业示范区。其实中俄农业示范区啊，这些年一直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在搞的。黑龙江省有很多人就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办农场，这农场里头养猪，然后呢种大豆，然后那个养鸡，但是呢规模比较小。因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啊有广袤的黑土地啊，但人口非常稀少，一共加起来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只有600-700万人口，但那土地多了去了。但是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这一面是吧？那人口非常众多，耕地面积又比较少，所以中俄两国之间有共同需求。但俄罗斯过去一直防范中国是什么呢？就担心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如果出现大量中国的移民，那将来西伯利亚地区啊就不保啊。但是中国继续跟俄罗斯谈，想要在远东地区搞中俄这个农业示范区，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要重新出现在外东北，这是中国想要的啊。那这一次中俄联合声明过程中间，我认为啊，中国获得了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呢，在政治上来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国家统一。那俄罗斯作为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把话说到这份上，中国应该说拿到了足够的政治支持，同时又在远东地区想要获得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也开始进入到了第一步。应该说，中国趁俄罗斯现在的国家之危啊，拿到了不少好处啊。而俄罗斯呢，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在俄乌战争这样的一个内困外交之下，不得不单边倒向了中国。当然了，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啊，就中俄联手之间共同对付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对俄罗斯那是恨得咬牙切齿啊。那俄乌战争，那给乌克兰直接卖武器啊，就差自己直接上了，北约直接跟俄罗斯干了，那不敢搞啊。除此之外，基本上那差不多了，能想到的办法对付俄罗斯都想了。对中国也没有什么现实的好感，是吧？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制裁俄罗斯，中国也不配合。但中国呢，认为美国现在也是最大的对手，而不是俄罗斯啊。所以中国现在没有能力跟美国独立对抗的时候，那中国要拉住俄罗斯，俄罗斯更是要拉住中国。所以中俄这两个国家，也包括两个共同打破宪政惯例的这么一个政治领导人吧，要抱团取暖，来对付未来的美国。估计啊，在未来的10年到15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啊，将会是国际秩序过程中间的一个主旋律。至于啊，那这样的一个事态的发展啊，在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啊，俄罗斯在经济上会对中国的依赖会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会成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电动汽车啊，现在对俄罗斯的出口已经大幅增加了，俄罗斯自己的汽车产业估计也没戏了啊。而中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正在慢慢变成当年俄罗斯跟中国的翻版。当然了，随着中国的可能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加剧啊，我个人觉得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实际上还会再继续下降。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俄罗斯会成为中国重要的棋子。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